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新不增加第27季第17集。秃头人老心不老，玩起了高空跳伞。虽然秘书企图阻止，但秃头没有给他机会，直接就跳了下去。见他背包脱离身体，秘书大惊失色，咬咬牙也跟着跳了下去。就在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，秘书才终于抓住了秃头，两人平安落地。看着怀中的秃头，秘书心里满是甜蜜。然而此刻注定不会永恒，因为秃头醒了，他站在秘书的身上，以为整个跳伞是自己独立完成的，还说不知秘书为什么非要将自己垫在他脚下。秘书正准备解释，就看到秃头取下他的头盔，蓝色头发飘扬着，苍老的脸狰狞着，这一副不太美好的景象，偏偏又撞见秘书的心房。经历了刚才那样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又看到这样的画面，秘书难掩内心的悸动，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里话：我爱上了。表白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秃头打断了。别再多想，我对你完全没有感觉，你的存在还不如牙缝里塞的爆米花。说罢，秃头就转身离开了。回到核电厂后，秘书还处在被拒绝痛苦之中，他放声歌唱着这首失恋的悲歌：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就是在等待和你在一起，你怎能无视我心中的炙热？表白失败，我只能盼着安健退出历史舞台。是否你也曾感到低落？那感觉比核事故更糟。然而伯恩斯却依旧使我满心牵挂。很不巧的是，他唱的歌被秃头听到了。更让他伤心的是，秃头拉上了窗帘，拒绝再看他。秘书正心情低落，刚好就有几个触他眉头的。辛巴和朋友们在实验室打保龄球，见他们上班玩得这么开心，直接就让三人打发去给涡轮机做全面保养。过了一阵，秘书前来验收成果，由于他们没有拧紧螺丝，轮子滚了2圈就飞了。这拆家私的保养把秘书整绝望了。修好，运转起来，把螺丝拧紧。说罢，他又离开了。卡尔受够了上司一生气又折磨他们，莱尼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那就是给秘书找个男朋友。晚上，众人齐去老摩子酒吧。辛巴说，为了给秘书转移视线，他决定在交友软件上给他找个男朋友。卡尔很是奇怪，秘书不是喜欢秃头吗？老摩子回答他，秃头不喜欢秘书。接着他又转向了辛巴，这不是很可悲吗？当某个人十分想要某个人，他要坐在你吧台对面，却转身嫁给了侯默。辛巴有些难为情地说，这就是我不常来你这的原因。眼见自讨没趣，老摩子又回房间了。然后小眼睛暗中窥视辛巴。此时辛巴搜寻也有了结果，这上面的确有不少交友对象，不过就辛巴来看，个个都不行。辛巴建议直接邀请上面所有人来参加派对，到时候再看看秘书到底喜欢谁。派对那天，家里来很多人，辛巴将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，莱尼都忍不住夸赞他能干。这时门铃声响，是秘书来了。看着这满屋子的男人，秘书瞬间明白了辛巴的意思，给上司介绍对象，这样他就不会太为难你。对此他只想说，辛巴你想太美了。秘书来到吧台，打算喝一杯伏特加汤力水就离开，但调酒师却有意与他搭讪，我觉得现在并不是真实的你，你的脖子上有根神经被压迫了。见秘书并不搭话，他也不生气，继续说，我的按摩技术很好，抱歉我没兴趣。拒绝话刚说出口，秘书的头就被扭了一下，然后他的态度瞬间变得温柔且亲切。后面事就水到渠成，秘书和调酒师去约会了。辛巴也如愿以偿得到了假期。此后秘书就在秃头的眼前消失了，他拒绝秃头的一切召唤，而选择和那位调酒师待在一起。他们能够好好享受跑步，而不是像以前秘书要背着秃头跑。像所有情侣一样，他们去登记了，无论做什么他们也都在一起。终于在某一天，秘书来到了秃头的办公室，秃头为他这一天消失很生气，立刻就发出一连串的命令，但秘书拒绝他，因为今天他是来辞职的。自然将心里的话说出口，秘书感觉心情舒畅，但秃头的心情就不那么美丽了。他按下机关，打算让秘书掉进陷阱里，很可惜这套系统是秘书安装的，秃头最后将自己给坑了进去。秘书伟龙走后，秃头又招了新的秘书。这天莱尼过来向秃头请假，像往常一样，秃头打算关门放狗，但这位女秘书并没有照办，反而在得知秃头要用狗咬人后，直接找了相关人员把他狗窝一锅端了。伟龙最近过得很不错，吃饭的时候他和男友切好了牛排，这是以前和秃头在一起留下习惯。厨师都忍不住劝他忘掉秃头，说那都是前尘往事了。男友也问他，你到底看到秃头哪一点了？伟龙想起那天他乘坐秃头驾驶的飞机，一个俯冲下去削平了一排排楼房。这么一想，这老家伙确实不值得留恋。伟龙表白说，我是为你而来的。男友说他要去古巴旅行了，那是他家乡，他希望秘书能跟他一起。稍微犹豫了一下，秘书答应了。全新的地方意味着全新的开始，伟龙在古巴尽情享受着异域风情。这时一只秃鹰圈在他的眼前，他被这面具结结实实吓了一跳。男友摘下一看，他知道伟龙又想起了秃头，而他脱口而出的对不起先生，更是让这对恋人的关系陷入僵局。男友很生气，无论什么你都会想起他。他说自己需要的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恋人，然后他自己就被猛然吸引了目光。男友改了口，至少能做到20%吧，因为那是手机电量，还能显示绿色数值。他问伟龙，他们的感情是否已经亮起红灯？伟龙叹口气，很诚实地表示应该是这样。另一边，秃头也很头疼，所有他找来代替伟龙的人全都是麻烦。他问律师自己到底该怎么办，大家都建议将伟龙找回
回来，多给些钱，应该能够留住他。秃头觉得或许还需要一份诚挚的道歉，然后就让律师们给他拟份。同样的餐厅，同样的位置，伟龙的对面已经换成了秃头。秃头有备而来，准备了一切能够挽回伟龙的东西，100万美元的支票，百老汇的终身看剧卡。但他还没有开始，秘书就说自己不想要钱，也不想要那些律师写的信，他只想要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他回去。闻此，秃头收起那些东西。他说自己有样东西从来没有给过伟龙，但是这些年一直都被他藏在心底，那就是伟龙的业绩评估是优秀。伟龙很是感动，有他这句话就够了。经历了这一切后，他们终于能够放下一切，给彼此一个真诚的拥抱。秘书和秃头和好之后，他来到老毛子酒吧，刚好这时野鹰仔也来到了这里。要说这小朋友怎么来酒吧，就不得不提到支线剧情了。这天是校园剧《凯撒布兰卡》的选角日，前来试镜女主角人还挺多。首先就是一个名叫琼斯的女孩，校监很喜欢这个姑娘，不仅酷酷的，她弟还是开复印店的。学校的全彩海报都不用付钱，这样的超能力让校长和校监都想定她为女主角。但那夸张的表演和人物形象一点也不沾边，校监还是想要坚持选择琼斯，校长却说道：“这不好吧？她连校园剧的标准都达不到。”接下来事件是新小妹，她穿了一身符合人物的装扮，她声音饱含深情，委婉动听，甚至还可以脱稿讲台词。即使校监再不愿意让书呆子上台，也不得不承认新小妹比琼斯好多了。不料这小姑娘就坐在她旁边呢，说坏话被听见，校监当即让她升了个年级。此时台上新小妹还在继续念台词，她的一切认识和行为都源于她，她也十分尊敬她，崇拜她，她把这种感觉称为爱。这深情的话语又一次将眼镜仔卷入爱的漩涡。墙上海报的男女主俨然换成了她和新小妹，她决定了要去参加理科的试镜。主角们总是会爱上彼此，或许这就是上天赐给她的机会。综合考虑之后，校方还是决定让新小妹饰演女主角，鉴于只有眼镜仔饰演男主角，所以然而还没有将主角帽子给他戴上，一个小男孩推门而进，语气极其嚣张，活脱脱就像剧里的理科。男孩名叫杰克，他是转怪的学生。校长和校监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导演就让这个角色给了他。为了照顾眼镜仔情绪，校长让他做了替补。这天，小新眼镜仔来到了漫画男那里，小新用伎俩让漫画男买下了半页广告。见好兄弟还为不能出演而难过，小新心生一计，要是那个杰克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么这样的机会就落到你的头上。学校里话剧排练告一段落，小妹真诚的夸赞杰克：“你演得真好，都完爆了剧的其他演员。”他离开后，杰克独自走在走廊里，这时三小混混跳了出来，他说有人不想让他演这个角色。杰克并没有被吓到，反而正经说：“谁把3只星星放了出来？”这话惹恼了他们，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了杰克身上。这一切都是小新做的，他让那3混混上了免费广告。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杰克竟然能够1挑3。不过最终他还是被取消了资格，因为他将混混们弄在了转盘上打脸的样子被校长看到了。眼影仔终于成了男主角，但他却不是当演员这块料，不仅情绪达不到，还老是忘词。就这样，他还是觉得是台词的问题。跟他对戏，新小妹都无语了。回到家后，新小妹向妈妈哭诉，眼影仔是她见过的最差的演员。然而他竟要和这样的人演对手戏，他将眼影仔头部特写拿给妈妈看。好吧，的确有点惨不忍睹。新妈安慰女儿说，当她遇到有人做的不好时，她会将他们当做最完美的人去对待。如果他们感觉到了你的信任，就能够变得更好。话音刚落，辛巴就来现身说法了。他说自己已经算好了税，政府欠他们200万美金。辛巴说，你做的非常非常好，但或许你应该再算一下。辛巴看了看，果然有个地方算错了。他得出结论，他们欠了政府37块钱。辛巴大加赞赏，算得真不错。见爸爸开心心走了，新小妹表示学到了。正式演出日子终于到来，新小妹过去鼓励眼镜仔，你的表演会非常出色的。眼镜仔说自己已经成功了，因为得到新小妹的肯定。这话说的新小妹都不好意思了。台上眼镜仔和小胖子对手戏演得很好，连校监都觉得这小子有点超常发挥。终于到了最后一场戏，眼镜仔说，而你没跟他一起走，你会后悔的，就算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但很快你会后悔一辈子。这样戏演得太棒了，眼镜仔完全演出了理科的那个味道。新小妹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。眼镜仔摘下了伪装，原来刚才人是杰克假扮的。新小妹又震惊又欣喜，也许在剧中理科伊丽莎最终分别，但杰克和新小妹此刻却在一起。失去新小妹后，眼镜仔来到酒吧消愁，他询问一旁的秘书，为什么男人一碰上女人就会干蠢事儿。喝了一口酒，秘书告诉他，虽然他没有干过蠢事儿，但对于爱情，你的动力就是那种追求兴奋感，那种总有一天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性。即使事实是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成功。老魔子也听到了这些话，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谈爱情，只想报复。说罢，他又骑着驴子搞钱去了。3个爱而不得的男人
诠释对爱情的3种观点。秘书是将爱刻在了骨子里，努力遗忘却不可得。老谋子对爱情有一份尊重与洒脱，知道永远也没有机会，他不愿意再死缠烂打，所以将心灵寄由在了爱情之外的地方。比起他们，银仔是稚嫩的，他拥有对爱情的悸动和渴望，但他不知道该如何承受失败的痛苦。在今天这个舔狗被群嘲的时代，或许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存在舔狗，如秘书般飞蛾扑火，或许就是舔狗吧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能在其中收获快乐，而这份快乐不会影响到他所爱的人，或许坚持下去也不是一件不堪的事。没人会想要没有结果的爱情，没人喜欢听到别人的拒绝，但爱情有时候就是那样的坚韧不拔，无论怎么受伤都甘之如饴，无论怎样都无法割舍，就努力做到和自己和解吧，只要不妨碍别人，默默喜欢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可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